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小师弟，欢迎收看我的单人荒野生存第145期。上一期我用蓝图生成了一面岩石墙，准备把这个缺口给堵住，不过还是少了这最上面的一层，所以海水还是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啊。现在咱们只能纯手工用岩石把这一层给补掉吧。好嘞，补好了，看一下这深坑的水应该会少掉一些了。哎呦，果然哦，真的会减少一些哦，但是还是存在大部分的。咱们还是飞到天上仔细的看一看吧，那边角落的缺口才是重点工程啊。这边的缺口现在已经是完全被堵住了，那咱们可以去到水里把蓝图给收走了。收好蓝图以后，现在要来解决的就是这角落的缺口问题了。还是得潜到这水里面来看看这下面的地形。应该是这个位置，把这个沙块给挖掉，然后继续放上蓝图。OK， 没错，刚好可以堵住，那就赶紧放进材料了。哎呀，尴尬尴尬，在水里作业很容易就被淹死了。嘿嘿，现在蓝图已经通上电了，这边很快就可以堵住了。我勒个去，这天气变化也太大了吧？怎么突然又下起了大暴雨啊？还好我带的晴雨烟花够多，再放出一个来。好嘞，雨停了，天放亮了，这边也堵住了，把蓝图收起来。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的缺口，这边的缺口好像不大哦，那就直接纯手工把它给堵住吧。OK， 现在整个角落的缺口就全部都堵住了，但是这深坑里面的水一滴也没有减少啊！哎呀，头都大了，要想找到静态的水源，把它们全部都给干掉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然后我发现这里面的鱼还挺多的呀，我可不是来做鱼塘养鱼的啊。哎，我突然又有一个新的想法了，就是过去那边的角落，重新启动一下那些流动水蓝图，说不定就可以把这里面的水都给抽干净了。好嘞，那就把电石块敲掉，然后重新放上电石块，给它通上电。哎，怎么没有反应啊？难道搞错了吗？难道是需要重新再放一次蓝图吗？哎呦，果然哦，我又重新放了一次蓝图，现在流动水就已经开始启动了。好像用这种方法，似乎最终也是可以把水给抽干净的哦。但是我不确定行不行哦。算了，还是再想一下其他方法吧。不行的话，最后再来用这一种。现在我手里拿着一桶岩浆，看一下能不能把这角落的静态水全部都变成岩石了。哎呀，搞了这么多，这深坑里面的水一点也没有减少呀。那看来用这个岩浆铺路法也是不行的呀。嘿嘿，现在我又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法，就是用墙壁阻隔法。咱们先在这水里面随便找一个位置放出蓝图，先放上电石块，然后再填进材料，把墙面给生成出来。OK， 现在墙体就在慢慢生成出来了，然后有一边的水域就会被隔开来了。在这水里游动阻力太大了，太麻烦了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到这种效果还是可以的，咱们就飞到天上。又是大暴雨天气，看都看不清楚啊！咱们还是把天弄亮起来。好嘞，天放晴了，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水也少掉了一些了？嘿嘿，看来这种方法还是可以的。慢慢的，咱们就可以把静态水的源头都给找出来了。现在我又多做了几堵墙了，水又被干掉了一些了。我刚刚去刷石机那边又拿了一些岩石，准备来填充材料。我估计这一面岩石墙生成出来以后，这外围的水全部都会被清理干净了。OK， 咱们还是飞到天上静观其变吧。哈哈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外围的水逐渐在减少了，估计这整一片都会消失的。好嘞，好嘞，现在就只剩下这墙体里面这些水了。这样的话就很方便我去判断哪一些是静态水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这个方法怎么样呢？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方法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